好了，询问度超高的 iPhone SE 又死灰复燃了。嘿，大家好，我是吴连。那我们今天就来讲 iPhone SE 的最新消息。那关于这个机型呢，很多人本来很期待是今年会推出，可是其实郭分析师早就在先前讲到说，今年不会有，应该是在2024年的第一、第二季之间会推出这个后续的机型。那我们今天就来讲我们现在对这个机型所知道的一些最新消息啊，还有我一些自己的看法。那最后当然也希望观众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说你们对这个机型的期待是什么。OK， 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那 iPhone SE 呢，其实算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机种。那从第一代开始呢，其实就因为它延续了 iPhone 5的经典设计后，那虽然很多人喜欢，可是在那个时代，很多手机都变成越来越大的萤幕，所以那次销量反而没有像大家的预期那么好。那我觉得这个点就很像当年的 iPhone 12 mini 跟13 mini 这个尺寸，总是很多人说我想要小手机，可是当它真的推出的时候，怎么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去买？那当然可能跟它价格定位，跟它里面所搭配这个硬体规格有很大的关系啊。或许大家说我希望小手机，他们的讲法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个 Pro 等级的小手机，而不是说希望有个简化版，然后规格不好的小手机。那其实到了 iPhone SE 第二代后，那当初用一个比较像 iPhone 7跟 iPhone 8的这种机体设计，然后里面搭配当年最新的处理器，那其实以那个价格区间还是算非常有吸引力。可是到了 iPhone SE 的第三代呢，他们玩一样的方式，在2年之后，那很明显的市场反应就没有那么好嘛，因为其实那样的机型说真的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旧的设计，那真的也只有苹果可以在隔了那么多年之后使用一模一样的设计，然后换了一些新处理器在里面，然后当成一个新的手机推出。那其实我现在手上还是有。对，我当初买来开箱的那一只 iPhone SE 还是一直放在旁边啊。对，这个我应该再来就会整理一下，然后给我小孩子去使用这一只 iPhone SE 第三代。那我们现在来讲到 iPhone SE 4啊，关于 iPhone SE 的设计，很多人对它的期待就是说，希望真正能跳脱这种像是 iPhone 严格来讲啊，算 iPhone 6就开始有的设计。那其实从 iPhone SE 3代开始，苹果里面据我所知啊，内部的消息传出来就有2个不同的版本。那一个是比较接近当年 iPhone 11那种 LCD 的萤幕啊，然后6.1寸那样的机型，然后或是像这样的机型。那苹果后来选择这个后者的版本，这当然跟它的时间点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如果前一年的手机销量并不需要太多的刺激的情况下，那或许他们也没有必要推出一个看起来规格太好的 SE 的版本去强调他们先前旗舰机的销量。那所以也很自然的那个类似 iPhone 11版本的 iPhone SE 3设计，他们最后就没有推出。可是现在到了第4代后，本来一郭分析师的讲法是连在2024年苹果可能都会取消这一款。那他们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苹果重启了 iPhone SE 第4代的计划，而且是在明年的第一、第二季之间。那依它的消息指出呢，苹果将采用4奈米，就算是加强版的5奈米生产的苹果自行研发的5G 晶片。那他说目前只有 Sub-6 的这个频段，所以就不会有毫米波的频段。那这点我觉得是还好，因为其实毫米波，我们先不要讲说它这个频率的穿透性其实都不怎么高，那也造成很多人其实使用到了毫米波的这个5G 的时候，发现手机非常耗电，或是常常在那边跳来跳去、切换来切换去，到最后可能还是使用 Sub-6 的几率比较高。那以目前的基础建设的覆盖性，还是以 Sub-6 为主，至少在台湾这边啊。那我觉得还有普遍上面的实用性也是一样。那如果放在这台中低阶的机种来讲，没有毫米波，我觉得并不是任何的问题。那关于这个机型的设计呢，目前所得到的消息是它会使用 OLED 的萤幕。苹果过往的机型有 OLED 的萤幕，其实就是大约你在 iPhone 12开始全线都换成 OLED 的萤幕。那他说萤幕尺寸会比较接近6.1寸的这个尺寸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比较接近 iPhone 12或是 iPhone 13这类的设计，应该保留 Face ID， 那同时也是刘海机型的版本。那依他讲法是像是 iPhone 14 6.1寸，然后做稍微的小改版。那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在后面的相机他们会做一个比较大的变动，绝对会让它跟 iPhone 14跟 iPhone 15做出一个比较大的区隔。我觉得这边就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它使用 6.1寸，那同样是 OLED 的萤幕的话，即使它后面只使用一颗镜头，我觉得还是会有点上打到 iPhone 15这个机型。因为其实很多买这个中阶版本的人也不太在意后面是1颗镜头还是2颗镜头。那说真的，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到了 iPhone 14，后面超广角镜头还是不能支援对焦。那它的主镜头呢，其实在竞拍上面有一些问题，所以变成很多人很少去用那个超广角。那实际在使用上的用处也不大。那如果你在 iPhone SE 第4代上面用一样的机型设计，然后后面用单颗镜头的话，同时又是使用最新处理器的话，我觉得一定会上打到 iPhone 15的机型但我觉得苹果在这个方面可能一样，它会用价格的方式稍微把它
它提高一点，就是我现在给你一个全新设计的机型，又配上 OLED 的荧幕。那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说，如果 iPhone 15整体系列的价格都向上拉的话，那可能在 iPhone SE 的这个系列上面，我们也不会得到目前所看到这个低价。所以希望大家有这个预期啦。如果 iPhone SE 真的以这种形态出来的话，我觉得它的价格不会太便宜。我猜想它的价格可能会在$500-600之间。那以郭分析师的看法，如果 iPhone SE 第4代确定使用苹果自家的这个5G 晶片的话，可能很快的苹果也会使用同样的技术在他们的 iPad 或是 Apple Watch 上面，那就会慢慢舍弃使用 Qualcomm 的晶片。那郭分析师的看法呢，就是苹果的毛利可以受益于使用他们自家开发的5G 晶片而提高，而且他们跟 Qualcomm 的合作也会越来越减少。那我觉得这个以苹果的方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合理。现在所有的组件啊，所以通货膨胀都价格越来越高。那除了能一直调高手机的价格之外，可能也会造成市场的反应不好。那这种时候只能从内部以来，就是开发自己的组件，使用自己的晶片，然后让这个整体组件的成本降低，然后以这样换取更多的毛利。那或许可以在价格上面维持一个市场比较可以接受的程度。那我们也有消息关于 iPhone 15的整个机型的价格都会上涨，可能那个我们另一支影片再来讲。今天就是很快跟大家分享这个 iPhone SE 第4代的最新消息。OK， 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市场上面很需要的一个机型。然后其实现在在 Android 所有机型上面，我们就光看 Google Pixel 来讲，其实它所提供的这个机型不同的阶层，那甚至在很多6A 啊或是7的这种入门中阶的机型，它所搭配的配备都是非常好。那当然 Pixel 你可以说它的处理器现在目前还是处于劣势，可是它在拍照啊、荧幕啊这些规格其实都还是非常的好。那我们再转过来看到三星，他们其实把产品线直接切为3个嘛，一个最顶级最大荧幕的，然后一个中阶中型荧幕的，还有一个小型荧幕的。可是他们中阶跟小型算是非常类似的配备，可是他们同时呢还有更广的产品线，像他们的 A 系列啊，他们在每个阶层都提供这个市场很多选择让他们去买。那苹果在这个方面呢，其实 SE 来讲，以这个价格定位还是使用 LCD 的荧幕，然后荧幕占比，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苹果在这个市场上面很大的一个缺口。那如果你在设计这个机型的时候，一直要去担心上打到自己更高阶的机种，那可能反而你失去掉一个更大块的市场嘛。这也不只是说你可不可以保护你数字系列的市场，而是你本来可以吃到一大块的市场都通通都没有了。如果你有很大的营收是仰赖在这些服务性质的产品 iCloud 啊，或是你生态链系统上面其他的产品的话，那你还是要有一个入门的机型，让可能学生族群啊，或者想尝试苹果生态链系统的人有一个很快比较低价可以进入的门槛。那我觉得这个对它整体的发展会是比较完整、比较健康。可当然苹果他们可能有他们的看法。那至于萤幕使用6.1寸，我个人觉得是还好。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更小的尺寸啊，可是我觉得以成本考量来讲，如果它可以重复利用现在也在生产的这个6.1寸的萤幕啊、组件啊，或者它内部的一些模具的话，我觉得算是很合理又很省成本的一个做法。那这种时候它在推出这支手机的时候，同时又能维护到自己的毛利，那可能也可以在价格上面做到比较好的控制。那如果像是这样的机型，你如果说给学生跟长辈使用的话，那学生可能很不开心，就是说他可能想要更大的萤幕，他想要让他玩游戏、玩手游，他可能觉得这样萤幕太小。那你给长辈的话，说对你再小的话，它上面的字体也不太够你看，也不是很方便使用。所以我觉得再小的话也没有可能，6.1寸或许算是一个最折中、最好的一个选择。那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对这个 iPhone SE 的看法是怎么样？你们期待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型？你们期待它有什么样的规格？或者说你们在等这台机型的话，你们要有什么样的规格，你们才会想要购买？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OK， 那你们有什么消息想分享的话，也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或私讯我的 IG， 我在上面都会比较快分享一些限动，然后一些新的消息。那你们有想要分享一些你们一些内幕消息的话，也可以直接在上面私讯我。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